大家好，修行长生，真灵我身，欢迎来到真灵时间，分享今天的内容。学道之事，若能摄情归性，并两归一，才复得先天真水。水源至清至洁，先天真水也就是真的活子时，这是金丹一点的根基。所以学道的人，这个一发动，精神好了就来真水，衰败了就没有。要摄情归性，后天的妄想、欲念都属情。学道的人要能够定得住，把它空了，才能归到清净无为的境界。修道的到了这里，本来昏昏迷迷，忽然精神来了。一般人都在疲劳时去打坐，觉得蛮好蛮清净，实际上并没有修行，因为这是休息。疲劳了当然清净，杂念也没有了，没有力气妄想了，并不是功夫到了。那么一般人何时下坐呢？做到先天真一之水差不多来了，精神也来了，觉得我差不多了，下来穿上鞋子，要打牌的去打牌，要做事的去做事，所以永远不会成道，永远不会得定。因为在先天真一之水来时，你稳不住，就不能摄情归性，当然也空不掉。这个时候空得掉就叫做空了，这叫做返本还原。他这里把做功夫的办法告诉你，修道之事到这个境界能摄情归性，并两归一，把两种归并成一个。两种什么呢？性跟情，理论上就是妄想空了，归到本性上。这两种作用在身上是神跟气，神不动，神与气两样凝结拢来，才能够得到先天的真水。先天真水这个时候水源至清至洁，妄念一动，尤其是加上男女的欲念一动，这个水已经不清了，先天一气变成后天浑浊之水，没有用了。此时身心打成一片，不染不杂，自然表里洞彻，有如万顷水湖。到这个境界那是呆定的，不管你学显教、密宗、修止观、修净土，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就是先天而天福为呆定的法则。到了这个境界，先天真一之水来了，这个时候身心打成一片。怎么打成一片？杂念妄想没有了，身体感受也没有。感受没有不是勉强做的，如果一个念头都不想动，甚至什么都没有兴趣，什么都没有意思，那变成枯木了，那完了，那不是先天一气，那个学佛叫做枯木禅，是邪禅。真正身心打成一片，是身心融为一体，春意盎然。这个春意没有什么色情的作用，只代表生机充满，身心打成一片，不染不杂，所以心如明镜台，那就一尘不染。那个时候告诉诸位，你想动烦恼动妄想都动不起来了。没有烦恼没有妄想是自然的，但是并没有到家，这是第一步。张子阳真人在悟真篇上告诉我们，到了这个境界，烦恼无有更上心，一个烦恼妄念都动不起来，没有了。这个时候自然表里洞彻。拿身体来讲，一片空灵，身体好像空了没有了，变成一个玻璃瓶子一样，玻璃瓶子还有个玻璃，这个时候连玻璃都没有了。道家北派的邱长春真人形容这个境界叫水晶塔，身心变成水晶的塔，内外透明。道家所说真的活子时来，就是先天一气，一切都从虚无中来，那个境界他都讲得明白，自然表里洞彻，有如万顷冰湖。这是形容境界，不是真的冰冷。
而是像玻璃一样的透彻，把实际的境界都讲出来了。他解释道理是引用老子这一句话，故曰：上善若水，清而无瑕，就是这个境界。接着大道理象黎明，本无形象，无名可得，所以连佛也不可说不可说，没有名相的，即其生出一气，似乎可得而形容矣。本体道的体无名无相无形，所以离一切相即一切法。拿佛学的道理说，在真空生出妙有的时候，起作用的时候，似乎可得而形容矣，有一点形象可以抓住了。然此真意之气，杳冥恍惚，他把老子浓缩了。原文是杳兮明兮，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，在空空洞洞中间有个作用。这个妙有作用哪里来呢？真空中来，形于无形，相于无相，非一切意识可以补度揣摩而得。它有形有相，又无形无相，这并不是指妄想境。注意啊，我们一般修道打坐都在想象或者有意去练功夫，那是自己意识去造作出来，想要达到这个境界，只不过这是妄想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先天真意之气不是意识可以补度，补度就是猜想，这个不是意识分别。拿佛法来说，是在无分别心的时候，才能够发起真意之气，故曰道之形象，真宜难图。他说真正到先天一气来的时候，很难说出一个样子，如果一形容一描写就住相了。一般修道的人没有不住相的，佛家道家一样，所以说真宜难图，的确如此。譬如我们要打坐做得好，脊背骨真正直起来是如何呢？在我自己的感觉是向后面倒的，你们做起来觉得很直是向前面弯的，已经错了。所以真正直起来是脊背骨向后面的，是自然的。等到它气通了，自然而然就是那么直，向后面倒的，前面是直的。譬如打太极拳的含胸拔背，含胸不是前胸窝起来这样含，两个肩膀撑开，骨节脱开叫含胸，自然胸就含了，背脊就充满了。现在大家学太极拳，含胸拔背是弯的，然后气沈丹田，前面抱一个西瓜，两个手像螳螂一样，就在那里浑水摸鱼，摸它一阵叫做太极，同我们当年学的太极都不同。所以大家注意这个身体背脊骨要术，当然不要拼命挺。我告诉你们经验，像我当年12岁起就开始学这一套，其实我身体也不好，你不要看我现在还挺得那么直，我当年10几岁做起来背是弯的，眼睛也有点近视，但是我就不服气，眼睛不让它近视，当然下了很大的功夫，身体要挺直就是会挺直起来。这2句话中间的经过就很多了，可是我的重点告诉你，你如果身体天生实在不大好，你不要听了说背脊骨一定直就硬挺啊，会挺出毛病来，你只好让它听其自然弯。当然可以找一个会调整骨头的骨科医生把你调整好了。身体为什么弯？一定是自己背上24节的骨头，腰椎、胸椎、颈椎的哪节有了问题，慢慢调整好就行了，不然你只好等到功夫到了。有一天会这样，我原本身体是弯住坐，真用功用好了以后，我就要借用道家这一句话，先天一气，从虚无中来。道家的这句话真高明了，是经验之谈。什么叫先天一气呢？先天是代号，拿现在的话讲，
你念头完全空灵清净到极点了，这一股生命的功能自然来的。你如果做得好，真到了那个境界，我的经验告诉你会怎么样呢？好了，自己就直了，叫你弯都不可能。你自己想还是弯一下吧，不可能。你真到念头空了，功夫到了以后，你本来弯住的样子，咚一下，不是我故意要它这样，那个生命的身体自己的功能就撑起来了。不过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啊，你们到这一步不要认为那个男老头讲的，这一下我有功夫了，那算什么？不过是身体调整好而已啊，姿势摆正了。修道的人不要紧张，静坐的时候一切放松，在一个静的地方，思想宁静，归到空的境界，谓之归虚无。无念以为常，禅宗讲的无念是参同契先提出来的，当时佛教还没有进入中国，禅宗六祖所讲无念为宗，实际上是取用参同契中的话语，这里说无念以为常，经常做到在无念的境界，正难以推移，心专不纵横。修道要求的是亲自证道，这个不是理论，第一要做到无念，无念做到了就是养性。下面告诉你，身体不要紧张，一切放松，放松，从头脑起放松，静坐也好，平常也好，都要放松。尤其这个时代的人，眼睛、耳朵包括脑筋、六根都在紧张，所以还体处空房，心专不纵横，是要专一，静到专，专到无念境界，寝昧神相报，觉悟后存亡。这两点很重要。睡眠的时候，身体在睡，里头的元神还是昭昭灵灵，不昏迷。守到这个诀窍，白天醒时不要把精神外露，感觉内部这个元气、元精的生长，一点点都要清楚。换句话说，静坐久了，内心的感觉功能越来越灵明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内心永远在空灵的境界中，保持这样无念，静到极点。当然要时间，3天、7天，或是100天。等到内在先天一气，从虚无中来，空极了，身上的气脉就通了。所以密宗、道家修气脉，太用意去修都不对。你有个反应，有个感觉，那不是真，是烦精烦气，是普通的生理上的反应。这个真正元气一来，气脉刹那之间同时都打通，那是真来了。这个真从哪里来呢？从虚无中来。你念头思想越空到极点，感觉知觉越空到极点，所谓真空生妙有，才有可能发生真气从虚无中来。所以修道的人必委致其志，虚以待之。在佛学讲空，要空到什么程度呢？至于六根大定，一念不生，方得相应。六根这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大定，都不动了，感觉状态都没有了，到这个境界才属于静。如果身上还在这里跳一下，那里动一下，那完全是感觉，是你的意识在动。六根包括身根，身体的反应在动，就是身根没有大定，所以都不是。要六根大定，一念不生，方得相应。相应还不是完全，是同境的境界差不多而已。然所谓无念，只是常应常静，不出闺中，非同木石之蠢然也。真正的所谓无念，我们曾经发过吕纯阳的百字名给大家，上面说真常须应物，应物要不迷。无念不是什么都不知道，
什么都不知道是大昏沉，不叫做无念。真正无念是真常虚应物，应物要不迷，还能做人做事。所以禅宗强调这个地方，修养要做到于心无事，能够遇事做事，心中没有动念，于事无心，这就是真正无念。不出闺中，没有跳出过圆明清净这个圆圈。所以讲非同木石之蠢然也，不是变成木头、石头一样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以为那是无念，认为是得定，佛经叫你不要做这个功夫。他生来世的果报是变诸，所以常应常静，不出闺中，不同于木石的无知。无念之念，是为正念。正念时时现前，方可治先天一气，而有得药之时，长生不老之药，祛病延年就是靠静极而来。所以老子也说，治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其复。夫物芸芸，各归其根，归根曰静，是为复命到这个境界，先天一气才来，这个气脉就通。修道学密的人，这些原理搞不清楚，拼命去修后天的气脉，搞了半天白搞，没有成就。因为违反这个原理，所以真到无念，真到了空，气脉就一时顿通。这同于禅宗所谓的顿悟，一下就统统打开了。